Hello，大家好，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OP11的全卡也是公布了啊，小的我也是第一时间火速赶往了现场。说实话，这次 OP11给了我一种很特殊的感觉。首先 OP11一定不是像 OP10一样是那种一眼很颓的系列，但是也做不到当初05、06那样对环境能产生巨大影响。虽然有些领袖和单卡给了我一种时代大改革的感觉，但是更多的感觉其实是有点意思，但不多。所以接下来咱们还是少说废话，直接进入 OP11的单卡点评，跟大家好好聊聊 OPC11神速之拳。当然啊，毕竟11是个大环境的补充包，所以咱们还是分成上下两期。上期是新领袖及其体系的点评，下期再是老系列的补强梳理及环境预测。感兴趣的小伙伴呢，辛苦点个预约。咱们先进入上期新领袖及其体系的点评。首先，我先对本期的6名新领袖依照我的看好程度进行一个从高到低的排序。我最看好的新领袖从高到低依次是红黑可比大于蓝紫路飞大于黄蓝娜美等于紫卡尔大于绿慎平大于黄绿白星。这个排名可能跟大家一开始的预想出入会比较大，但是其实也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和多方位考量最终得出的结论。咱们从后往前依次讲解一下，大家或许就能明白我的逻辑在哪儿了。首先是垫底的黄绿白星，黄绿双色无血，领袖无法攻击，启动主要每回一次，可以将我方一张东转为休息状态，并将我方生命区最上方的一张卡牌翻至正面朝上。从我方手牌将最多一张费用不高于我方场上东的张数的拥有海王类特征的角色卡牌或者贝卡洛登场。一提到黄绿配色黄绿罗、黄绿大河、黄绿阿龙，对不对？这三个领袖基本都是偏向于快攻一些的领袖，这也是使得我对黄绿配色的刻板印象其实就是要相对快一些。然后就是白星的领袖技能，也确实是个类似卡尔加拉的超扑型技能。按理说这个配色加这个技能应该是个挺强力的快攻模板领袖，怎么也不至于垫底啊。这就要说到一中给白星出的本家卡的割裂了。首先是领袖不能打，这点就吃了大亏的，天生少一脚能给到的压力就小很多。所以你会看到几乎所有的无法攻击领袖都在想办法打运营，而这就跟不管是黄绿这个颜色还是这个领袖技能本质上都是违背的。然后就是领袖技能中要求的海王类，最大就是个6费8000，甚至 OP11出的不管是黄色还是绿色都没有一个超过8000的角色了，就好像也在印证了官方想让白星打快攻都没给他出个后期大哥。接着就是白星最舒服的节奏肯定是1费交个当前费用的海王，然后剩下的费用满费出个剩下费用的角色，也就是说白星一回合最少出2张牌。结果通篇赚资源的手段就只有一个跌，这就是在要求一个铺场型领袖只能通过吃血找资源。综上所述，白星就是在要求一个理应去打超扑快攻的领袖硬性要求去打运营，甚至还会因为缺乏后期运营手段运营不过别人。所以总体而言，我是相当不看好白星的发挥。不过我也想到一个有可能能行的运营思路，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尝试尝试，就是带上七妈和大河，然后抢后手。2费开导，4费领袖技能拉个斑点，3费上个阻挡，6费打个6费白板加个跌，8费就是白板加七妈，10费就是白板加大河。对面解怪你就给，对面打脸你就吃。正常情况下10费对面是抢不死一个无血领袖的，然后你就每回合1+9 1+9这么打就能给对面耗死。反正大概其是这个思路，虽然可行性不高。下个说说慎平，我方回合结束时，我方手牌不多于6张的场合，将我方最多一张拥有鱼人族或者人鱼族特征的角色和最多一张东转为活跃状态。说实话能打这一点就肯定比白星强。然后就是我认为慎平的技能肯定是不弱的，在多以攻击为主要的随从交换的环境内，慎平不但能将角色立起来进行保护，还能赋予出东给反击事件，理应是个防守能力很出众的领袖。但是核心问题我觉得是受到了白星的影响，官方不敢给绿色出太多的过于强力的角色，以至于慎平也算是受到了这一部分的影响，没有获得特别强力的本家卡。最大的新卡是一个6费8000的自己。你可能会说，老的鱼人轴慎平不是能用吗？这其实是第2个慎平现在面临的问题。老的鱼人要么是东海的，要么是不锁头的，谁都能用，这就使得慎平相较于其他斩绿的领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普遍面临的问题会是，只有你能用的别人不稀罕用，别人也能用的慎平用起来还没人家厉害。但是毕竟有老鱼人的底子在，
而且不像白星本家全是大白板，能打这点也是容错高了不少，所以综合评分还是高于白星的。下一个档位的是紫卡二和黄蓝娜美，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会很诧异，毕竟这两个领袖刚公布的时候，大家伙都是极度的吹捧的，结果到我这里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地位。这里先说几个真实的历史啊，皇子罗宾和红发。皇子罗宾刚公布的时候啊，你知道的，我是罗宾10年老粉。红发什么冲击波？结果呢？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黄蓝娜美很可能会步了罗宾的后尘。先说一下娜美的领袖技能，我方回合中每回合一次，当生命卡牌离开场上时可以发动，我方手牌的张数不多于7张的场合抽取1张卡牌，东乘1，对方的攻击时每回合一次，可以丢弃我方的1张手牌。本回合中此领袖加2000。说实话，娜美的模板给的很慷慨，7手以下就能抓牌，应该是目前已知的可以抓牌的要求里最宽泛的了，并且任何情况的血量变动都能触发，确实超模。然后每回合任意1手都能让自己变成7000头，防守能力也比较卓越，所以可以预见的，娜美比较舒服的节奏应该是对面回合变成7000头，然后能挡的都挡，接下来在自己的回合内，不管是拔自己还是拔对面的，都可以无损赚资源。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会引申出几个新的问题。一，血量资源是有限的，掉血抓牌的这种方式其实是种变相的透支资源。咱们就类比一下黄绿罗，黄绿罗就是标准的把血区资源快速利用的领袖，娜美其实只是表现的比较隐晦，但是本质也是只要没血了就废掉了的领袖技能。二，虽然娜美能变成7000头，但是只要对方能换种处理方式，刻意去改变一下进攻模式，其实你也并没有节省出特别多的手牌，属于欺负新手一把好手，但是老玩家能轻松应对。三，黄蓝配色的尴尬体现的淋漓尽致。咱们先回顾一下前2个黄蓝领袖，黄蓝奎因主要玩法是关星做血，黄蓝艾斯主要玩法是做血控顶变身。因为打法思路都非常明确，所以咱们一直感受不到黄蓝配色到底有多尴尬。但是咱们现在看看娜美呢，你能想到什么和这2个配色有关系的打法吗？甚至其实 OP11 也没有给黄蓝娜美一个很好的定位。本家出的蓝色草帽体系不能说是不厉害，只能说除了 SEC 路飞以外确实都没什么大用。老的黄色的草帽体系也主要都是弹头岛的那几位，甚至其实黄蓝草帽本家也没有什么很适配娜美整体思路的，更何况这些卡还都不锁头。所以我把黄蓝娜美定的这么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属于这个领袖的打法思路体系极其的不明确，我想不出有什么特别适配这个领袖的打法思路。我想了，不管是走草帽本家还是偏向于妈轴，其实都并非特别适配的出路，不管怎么组脑补起来都像是东拼西凑，所以最终让我只能把娜美给到了一个很低的位置。虽然不希望，但是个人认为确实大概率会走罗宾的老路。跟娜美差不多感想的是紫卡二，但是我不看好紫卡二和不看好娜美的原因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先说技能，攻击时，对方的攻击时每回合一次，东减1，确认对方卡组最上方的1张卡牌之后，本次战斗中此领袖的力量加1000。娜美是没有体系思路，卡二则是体系思路过于明确，但是好差。OP11 整个紫色妈团我的评价就是给的都太过保守了，一点没给到我那种数值膨胀的美。咱就单看罕归度，紫色的2个 SR 给到的是1费检索不临和8费的卡二，被检索占到1个 SR 位。其实官方限制这弹紫色强度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卡二8费8000，能重启的阻挡者还能追个东，讲道理效果其实不错，唯独身材有点问题。这就好比黄阶斗中的8费基德，你比人家小一圈，很多时候就要吃很多亏。然后就是本家终端10妈搭配头，相当于你一个回合炸6个东，就算下回合黑马能追回来，也是让了一整轮节奏的。当然我觉得卡二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它比凯多更需要一个本家归岛。由于卡二领袖技能敌我回合都要炸东的特性，会使得如果卡二想要无损的保持自己的节奏，就会特别依赖能够快速到达10费。可这点除了8费卡二有一定的跳费能力，其他时候跳费的代价和收益都可以说是不成正比的。新出的焦藤布丁要拔血，本家的大看板或者太好吃了都是一次性的，都属于杀鸡取卵的跳费行为。佩罗斯佩罗虽然有类似的跳费能力，但是本质还是在弥补领袖技能亏的这个东。你可能会说了，3费占个布林，5费占个佩罗或者基德，不就约等于是跳东了吗？我承认啊，能站住确实很强，但是当前环境，你的3费布林凭啥能活呀？因为我是个红色玩家嘛。之前 ST21 出了一张我觉得非常强力的补强卡，就是4费的索隆。
讲道理，玩红色的玩家都知道这张卡的含金量，但是我对它的评价却是生不逢时。当前环境，4费以下角色的生存空间真是太小了，恨不得感觉是个领袖都能针对4费以下的生物。然后只要你不临没站住，后面就很难把3费亏损的节奏打回来。这感觉就像靠着2个拐你还能正常走路，结果人家把你其中一个拐给撅了。你要说能走吗？咬咬牙肯定还能走，但是走的一定没那么利索了。目前看来，凯尔最舒服的节奏是抢先手，然后3费上个布林，5费基德或者佩罗斯佩罗，跳1费。下回就能上8费卡2了，之后就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一个高费用，即使石妈炸了6个东，下回合也能快速的把费追回来。如果把能这么打，那确实还挺舒服的。但很多时候，即便做到了这样，你场面其实也还是没什么大的压制力，很有可能对拍大哥连红发都拍不过。不过总体而言，紫卡2我倒是觉得还挺未来可期的。刚公布能看对面卡组顶的时候，还挺令我震撼的。难道 OPCG 要出什么新机制了？但目前看来，感觉还在测试阶段，官方可能也想测试强度如何，大家反应如何。如果切实可行的话，后续可能还会围绕这个玩法做更多的文章，咱们就拭目以待吧。接下来难得表扬蓝紫路飞。先说领袖技能，我方的回合开始时可以发动，我方场上存在8张或更多东的场合，确认我方卡组最上方的5张卡牌，公开其中最多1张拥有草帽一火特征的卡牌加入手牌，之后将剩余的卡牌自选顺序排列并放置到卡组的最上方或最下方。刚开始看到这个领袖技能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是咯噔了一下，怎么会有个领袖让你看起来又强又弱的？强的是后期每回合抓2张牌，还顺便带个关星坐顶或者控敌；弱的是3血6000头，身板太脆了，就算活到了能开领袖技能，可能也活不了几个回合了。但是其实蓝紫的整体打法思路是极其明确的，并且哪怕没有新卡补强，也已经有非常多的非常适配蓝紫思路的体系存在了。在这种前提下，更何况是给了蓝紫专门的新卡呢？正是这几点反而会让我更看好蓝紫路飞，能很容易的想到合适的思路，那么这个领袖就易于开发，也就可能会比较容易的拿到成绩。接下来稍微聊聊我构思的蓝紫的一些思路和基本的理解。双色3血6000头，因为我是一个红紫路飞玩家嘛，这里也不是夸自己，就我会更能理解6000头的含金量是怎么样的，并且红紫路飞转蓝紫路飞可能相对其他领袖的玩家要方便很多，因为这2个领袖的前期思路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在不断的追求跳飞，甚至对于蓝紫路飞来讲，要更过分的追求跳飞，最好是8费前能跳3东的这么跳，甚至像雷鸣八卦这种能在对面回合跳东的牌也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对于红紫来说，你回合内跳到8东其实是没什么大收益的，但是对于蓝紫则是完成了质变，甚至质变程度大到你能很大程度上的开始掌握这局游戏的主动权。我就解说一个最直观的 combo， 回合开始看5拿1，你拿个9山治，然后放一个2线边，接一个9妈，再接一个重力刀，9费拉个9妈，奶个重力刀，甚至这个 combo 你都可以理解为是领袖技能送给你的。领袖技能送你了个9山治，9山治送了你一个9妈，这还只是我不怎么动脑子就能想到的 combo。最近5费克拉松也迎来了一波涨价，我觉得也跟蓝紫路飞不无关系。9+8+5的 combo 收益确实是极高的，又能保证有东开角，又能保证基本上每回合都是满费，还能帮助滤掉手牌多余的事件，还有非常强力的场面压制力。接下来不光是老卡，新卡里面8费卡2其实也是非常适配蓝紫路飞的，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卡2看作每回合结束跳一个东嘛，帮助维持10费开角，自己还是个可以进攻的阻挡者，也是极其好用。在此为前提下，咱们可以构思出很多的混轴思路，草帽加糖团，草帽加妈团，我认为都是一些实际可行的方案，甚至纯草帽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具体也是等正式发售了，咱们再拭目以待吧，我非常的期待。最后是红黑可比，首先是被动技能，我方拥有 Sword 特征的角色在登场的回合可以攻击角色，每回一次。我方原本力量不高于7000且拥有海军特征的角色，因对方的效果将要离开场上的场合，可以改为将我方废墟区中的3张卡牌自选顺序放回卡组最下方，使该角色不离场。不是哥们儿，你把德岛穿身上这点让我乌索普显得好小丑啊。另一个技能用于前期保公品也是非常的好用，毕竟大部分领袖前期想要很轻易的连接2次也是比较困难的，这就使得红黑可比里的角色大概率都能打出2角以上。在这么一个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攻击来获得游戏胜利的游戏里，单从领袖技能就已经比别的领袖有优势了。然后咱们再看这次给可比出的新卡，不是白星真的是直呼凭什么呀，真的是黄绿双色集体羡慕坏了。新出的这几个 Sword 的海军天然就比别人大一圈，这个 SR 的检索完还不亏东存场上了，你说气人不气人？这个 SR 的云雀
嘿嘿嘿，云雀真可爱，嘿嘿嘿。这云雀更是小玉加睡觉路飞的集合体，还能给个加兹的 buff， 一卡顶人家3卡啊，真不愧是云雀啊，说好的喜欢无限低呢。SEC 可比和六费的西路脉波更是强力好搭档，虽然结束回合要走，但是本身并不亏牌，还多打了一脚9000，让头变成了6000，后续更是只要可比站住了，头永远是6000。绿子路飞也羡慕坏了，不愧是新生代海军的标杆啊，这数值给的就是慷慨。但是即便如此，我也确实很看好科比，但是他之后环境内的表现我却不敢打包票。首先是作为黑色领袖，我觉得他大概率不会投入莫利亚，因为牌效确实太低了。然后就是虽然有了很多的堆木，但是我依然觉得堆木效率跟曾经的黑路飞不会差很多，依然需要一大堆的辅助。接着就是通过攻击解场的这种解场方式，毕竟对方是有反制手段的，虽然可能打资源比别的领袖要快一些，但是本身自己也没什么赚资源的能力，这点其实也还是关键问题。不管如何，这种解场模式还是挺喜欢的，比之前黑色那解你没商量的方式可接受程度还是要高了很多的。整体 OP11 的这几个新领袖和新体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之后，其实完全没有一开始的刚公布时大家想的那么超模，这些的数值膨胀完全在我可接受的范围内。但是11确实给了我们很多新的惊喜，不管是黄蓝娜美的约等于的天然7000头，紫卡尔能看对面牌库的见闻色霸气，都是非常的未来可期。可比和蓝紫路飞，我甚至觉得完全有主流竞技的实力，对后续环境能产生不小的影响。虽然绿色还是有些难以启齿，但是至少也是稳中求进吧，比10那些扶不上墙的可真是观感好了不止一丁点啊！所以大家和我一起期待一下11的新环境吧！啊，这 B10我真是一天也玩不下去了。好了，这里是冷蔷薇，一个喜欢 TCG 的牌佬。本期 OP11新领袖的点评到此就正式结束了，咱们下期老领袖的补强梳理再见吧。